你是說，有可能是我杀了康连成？这简直是荒唐嘛！我是右监使，是专门查案的。我早就说过，昨天晚上出现在这间酒店里的所有人都有嫌疑，更何况自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。也许你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身份，以为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怀疑上你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简直是诬陷！我为什么要杀他？也许你刚来的时候还没这个念头，可是这么精美的东西，谁见了都会喜欢。而且你知道，把它送到自己控制的黑店，能卖上个1-2千珉，恐怕就……于大人，您1年的官俸是50珉呢，还是100珉呢？不，你看看，这不明白了吗？这东西真的是我昨天抄来的，我正在着手查一桩私卖贡品的大案呐。那就请大人说说，这谁是嫌犯呢？我已经有線索了，不過結案之前，先不能告訴你們。原來又是碰巧了。既然咱們的於大人不願意替自己澄清，恐怕不再適合坐在這兒主持查案了。哎，說得好！大家伙聽聽，還是副使大人說的有道理，不然就讓他上報金吾衛。換一個跟這個事情沒關係的大人吧。啊，郭大廚，你想幹什麼？你看我怎麼收拾你！你們看，這麼匆匆忙忙的就把我定為兇手，說明他心裡面肯定有鬼。來，說大人，哪兒都找過了，都沒有啊。這哪裡都沒有啊？沒有啊。哎呀，這個獨孤仲平一到了關鍵時刻就指望不上。哎，別着急，我再去找。去吧。於大人，我家。啊？這樣。好。安靜。啊。這個人呢，當然不是本大人所殺的了。不過既然副使大人提了出來，本大人理應避嫌。畢竟事關兩國邦交的問題，但這個兇案又發生在右近吾衛管界上，再往上推也是不妥。如果獨孤先生在的話，那就好辦了。不過他既然不在的話，正好有韦姑娘在，她是我們右近吾衛的幹員，也是獨孤先生的高足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也住在這榮枯酒店裡面。對每個人都很熟悉，我看就由他來主持查案吧。挺好，哎，我看行。就於大人這人啊，你們也知道。是呀。他跟獨孤先生有段時間了，也學了點本事，就讓他來查吧。哎，等等，於大人，這怎麼回事？怎麼換這個女的？哎，副使大人，我已依照你的意思避嫌讓位了。至於我們右近吾衛派誰來主持查案，我看你就不必操心了吧。各位，若昭才疏學淺，入行未久，但於大人既然把話說到這兒，若昭也就不再推辭了。特別是此案與各位干係重大。7天之後，如果不能讓副使大人帶着一顆滿意的頭回去，朝廷惱怒起來，我們大家恐怕都會吃苦頭。我說的對吧？是說的對呀，是這麼個道理。我與各位在榮枯酒店相處了不少日子，總有一份情誼在，本人定當竭盡全力幫各位度過此關，也請各位不揣私見，竭力相助。沒問題，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對，配合，一定配合，配合你。哎，若昭妹妹，他們換你來查這個案子了。哎，那我可放心了，總算有個腦子清楚的人來了。大人英明。去。那好，現在我就開始了。既然沒人自首，那我想，也許兇手真的不在我們這些人中間。哎，副使大人，別着急，我還沒說完呢。大家仔細的想一想，康連成這個人高大強壯，正當盛年，
就算他喝醉了，要想杀死他，没有2个人，其中至少有1个是强壮的男子，是很难办到的。更何況，整个过程基本上没有声音。大家昨晚有没有听见很奇怪的声音呢？这个没有吧？就是说，杀人过程几乎没有声音，所以我们才没有及时发现。可见凶手下手既快又狠。我的意思是，也许主凶是个外人。昨天宴席結束，誰也沒有離開過酒店，而且是老闆娘親手將大門落的鎖。但這並不意味着外人不能潛入酒店殺人。院牆雖高，也不是不可翻越。酒宴過程中，大門落鎖前，都可能有人偷偷地潛進來埋伏。對，說得在理。關鍵在於，康正氏是臨時決定留宿的。以前他在榮庫鬧得再晚，好像也不會留宿，因為他是外國使節，過房門無礙。而且當晚他到底住哪間房，也是碧蓮姐酒宴後臨時決定的。碧蓮姐，我說的對不對？在你樓上有一間房間空着，比較大，所以我就給他開了。你看，外人是不可能提前知道這些的。這就是說，就算案子是外人做的，我們當中也一定有一個人是內應，起碼知情。所以破案的線索還是要從我們在座的這些人中間查找。只要是我們找到了這個內應，那麼真正的兇手也就跑不了了。現在我要你們每一個人當眾講述一遍，昨天晚上從酒宴開始到於大人發現屍體之間的所作所為，有旁證的要盡量提及。於大人，那從你開始吧。哦，這個我帶頭也是應該的。大家要學我這樣，老老實實、一五一十的說出來，知道嗎？啊，大概某時吧，天就要亮了，我就帶着這件東西來榮庫酒店，因為我要找古大廚，讓他長長眼。啊？哦。我在門外敲門啊，敲了半天，好不容易俏俏就來開門了。進來一看，看到大廳裡亂七八糟的，他們幾個東倒西歪的睡在這裡，看那酒杯裡面還殘餘一些酒，我就知道你們昨天晚上肯定在這兒大鬧了一場。我就往東邊的樓梯去，準備上2樓古大廚的房間。在樓梯口就碰上了去茅廁的阿德。於大人，我去方便一下。怎麼上1樓的茅房？哦，這兒近嗎？不是。我上了2樓，走廊裡很黑，我沒看清楚腳下，結果呢就被絆了一跤。我發現我手上沾了些黏黏糊糊的東西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血，這才發現了屍體。這麼說，你被屍體絆倒大叫之前是沒有人看見了？哦，應該沒有了。能看見我的，也應該發現的屍體啊。好吧，那下一個誰說啊？我先說。是這樣啊。你們呢，都懷疑我是吧？其實我呀最簡單了，我什麼都沒幹呢。昨天晚上我把羊烤好了，端出來給大家分。看來成這個死鬼，他不知道吃錯什麼藥了。還借酒撒瘋，硬說我的羊烤得不好，是故意給他生日添堵。我氣不過，和他吵了起來，說了幾句過頭的話。該死的！後來老闆娘叫人把我拉走了，我就把廚刀放回了廚房。可是我這心裡頭仍覺得憋屈，我就拿了一壺那死鬼弄來的葡萄酒，到自己的房間去喝悶酒了。這酒喝完了，我也就醉了。隱隱約約聽到下面還有這個吵鬧聲、音樂聲。我知道，這酒宴還沒散呢。後來我就睡着了。我是被走廊裡那亂乎勁兒給吵醒的。我推門出來一看大夥已經在圍觀那具無頭屍了。你們都看到了？你說的這些有沒有人能夠證明？魏姑娘，您這話可不是難為我嗎？我一個人在睡覺。再說，平時你們這些美女也沒有一個願意親近我呀，是吧？
大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查案嘛，当然要问清楚了。啊，没有人能证明，也可能说的就是谎话。你说谁撒谎？怎么，你又想行凶不成？好，那你说，昨天晚上你在哪儿？谁能给你证明？啊，让我听出一句谎话，你等着。我说就我说，昨晚我奉老板娘之命，好心好意的去扶那死鬼，他却无缘无故的踢了我一脚，我这心口啊，到现在还疼得我。情急之下，我是说了几句气话，你们也都听见了。可是你们看我这身量，怎么可能是那死鬼的对手？更別說殺他了呀！哼，其實啊，我哪敢抄什麼家伙呀？只不過占個嘴上便宜嘛。話說到這份上，我也沒好意思再回大廳，就去後園和回廊查了一遍門戶。本來這也是我分內的事兒，索性提前做了。在後園，我碰上過給野狗送食的韦姑娘，是吧，韦姑娘？是沒錯。你看，在一樓，我又碰上了從老板娘屋裡出來的米婭，對吧，米婭？嗯，是這樣的。老板娘讓我去房間拿蠟燭。真煩人。那也沒辦法呀。幹完了那些活啊，我聽到酒宴還沒散呢，就又上了2樓。老板娘下午曾吩咐我給東首頭間房裡的舊櫃子刷上漆，我就開始刷櫃子。刷着刷着我就困了，就在房間裡睡了，沒有回到自己的房間。直到快早晨了，我起來解手，去2樓西頭的茅房太遠了，我就手下了東頭的樓梯，去了1樓的茅房，對吧，於大人？哦，難怪我說你小子怎麼上1樓的茅房去了。於大人叫起來，我根本沒聽見，直到我回來，發現大家都紛紛的往樓上跑，才跟着上樓，這大家都看見了。等等，那昨晚兇案發生的時候，你是在走廊東頭的房間睡覺？對呀。誰能證明啊？睡覺嘛，都睡着了，我知道誰能證明。那也有可能撒謊嘛，是不是？你總咬他幹嘛呀？你認識他多少年了？他是個殺人的人嗎？他先咬我的。哎呀，都別說了，咱們3個是結過義的，發過誓，遇上點事兒就互相咬，還有沒有點情義啊你？我給阿德證明，昨天下午是我讓他刷櫃子的。你們現在可以去看看，那櫃子是不是上了新漆？除了他，誰還能幹這活啊？韓捕頭去看看。好嘞，跟我來。好吧，我也說說我吧。昨天晚上我在這招呼大家喝酒，一直忙到酒宴散了，大家可都看見了。我把客人送到門口，和往常一樣，親手把大門給上了鎖。然後我上2樓給康連成開好了房間，又下樓給副使大人也開了一間房間，然後囑咐俏俏他們把2個人都扶到房間去，就回了我1樓自己的房間。我累極了，又喝了不少酒，回房間我就睡了。直到聽到於大人的喊聲，急忙出來上了樓。我看見於大人坐在地上，手上身上全見了血，接着就看見了那無頭屍，剩下的你們都看見了。沒人頭啊！哼，看來又是一個睡着了，什麼都沒聽見的。快！你們看，這就是我刷的櫃子。這回你看見了吧？是。我來說吧，我嘛其實很簡單。昨天晚上我們3個人一直給客人跳舞敬酒，我們也都喝了不少，大家都有些醉了。酒宴散了之後，我先是按碧蓮姐說的扶副使大人去了她的房間，可是碧蓮姐沒告訴我具體是哪間房，或者是我也有些醉沒聽清楚。總之，我把副使大人扶到樓上去了。後來是碰到了俏俏，俏俏告訴我副使大人的房間在樓下，我又把他扶了下去，是吧，副使大人？是這樣。來，進來。然後我就回到了大廳，想收拾那些杯盤，
可是大家都勸我明天再说，我们就一起玩了一会儿算筹，又喝了不少，结果我们就在大厅里睡着了。有人在楼上喊呢，走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互相证明。没错，我们也可以互相证明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我们也可以作证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也可以互相证明。我们昨天在酒宴上一直在招呼客人，给大家添酒。后来碧莲姐让我送康连成大人到楼上给他开的那个房间，这个时候我就碰到米娅扶着副使大人也上来了。因为我记得碧莲姐说过，给副使大人开的房间在楼下，我就提醒了他们。米娅说她当时有点糊涂了。我还记得，副使大人那时候和正使大人開了一個很過分的玩笑。什麼玩笑？這還要說嗎？和這是不相干的。總之，很過分就是了。要說，相不相干，只能由我來判斷。快說吧。正使大人，幸虧我的房間在樓下，要不然我們倆弄出的動靜可就吵着您睡不着覺了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不記得我說過這樣的話了。後來我就回到樓下自己的房間，因為那天實在是太累了，所以我睡得也特別沉。直到我隱約聽見有人在敲大門，大門鎖的鑰匙我也有一把，是碧蓮姐給我的。她說她不在的時候由我負責鎖門開門。我睡了。所以我就起來給於大人開了門。對，這個時候露露也聽見了，她也出來了。我就跟她說我去開吧。是這樣的。副使大人，大家都說過了，是不是該您？我當然要說了，但我的話將證明你們當中有人在撒謊。不過我的話要留到最後說。哎，大家都說完了。那你呢，韋姑娘，韋捕頭，你昨天晚上不也一直在酒店裡嗎？你說過我這個副使因為在場，不能脫離謀殺正使的嫌疑。那為什麼你要例外呢？就因為你主動跳出來要求主持查案嗎？哎，喂，你這是什麼意思啊？韋姑娘是有經無畏的人，我的手下。如果不是你讓我避嫌的話，怎麼會讓她查這個案子呢？她一個年輕姑娘，她又不認識康連成，她殺她幹什麼呀？於大人，我只是想忠於我的職責，只想弄清正使大人是誰殺的。我沒有想為難任何一個人的意思，而且呢，這正使大人喜歡和年輕姑娘瓜葛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所以呢，越是年輕姑娘，越得說清楚。好吧，副使大人，只要我說了，你就能說出很有用的線索。當然了。我昨晚的活動很簡單。這種壽誕宴席可能對在座的各位來說已經參加過很多次，而我卻是頭一遭，所以不太習慣。只是跟着大家胡亂喝了幾杯，但是並沒有醉。這些胡人真是不可理喻。你不覺得跟他們在一起快樂很容易嗎？席間，我取了一些吃剩的肉食，給經常到後院來的我的那些狗狗們送去，然後我就回了自己的房間睡下來。直到聽到門外的嘈雜聲，我才匆匆跑出來，上了樓。副使大人，我說完了。那好，那我就說吧。我希望大家記住我說的每一個細節，你們拿我的話和其他人的對照，不難發現謊言和真兇的線索。昨天晚上呢，我確實是喝多了酒。酒宴散的時候，我醉了。那時我記得我被人扶到了2樓去，但那個人是不是米婭，我根本記不得。所以剛才俏俏說的那個不得體的玩笑，我也不記得是不是說過。後來呢，我又被扶到了1樓，
迷迷糊糊地躺在了床上。但是半夜的时候，我醒了。大家注意，我是被2楼发出的特殊声音吵醒的，就像这样，噔噔，噔噔。当时我也没想明白这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没在意。可是，现在真懊悔。这个声音正是凶手将康连成大人的尸体从房间里拖出来，脑袋在地面上蹦噔蹦噔的声音。后来呢，我是感到一阵饥餓，我有胃病，我去了廚房，在那兒我找到了那只沒有吃完的烤羊。我喜歡吃羊頭，所以我打算找把刀把羊頭割下來拿回房間。可是我找遍了廚房，也沒有看到那把所有人說已經放在廚房的那把廚刀。我沒辦法，只好用隨身帶的小刀一點一點費力地割着羊頭。等我拎着羊頭回來，我聽到2樓傳來匆匆跑過走廊的腳步聲，然後是下西側樓梯的聲音。真是天意讓不幸發生。我當時怎麼會想到這聲音有可能是兇手逃跑時發出的呢？我並沒有在意。只是當我回到自己的房間，大家記住，我又聽到一個人的腳步聲跑過樓道，又是往西側樓梯那邊跑去的。嗯，我怎麼沒聽見啊？真的是有2個啊？不是有2個，是起碼有2個。不止有2個。我只是很奇怪。這些聲音把我一個喝醉的人都吵醒了，卻居然只有我一個人提到。你們可得好好查一查。啊，副使大人，你說的這些誰可以證明啊？這位捕頭，你去我的房間找找，如果在裡面能發現一個吃得乾乾淨淨的羊頭骨，那就是我的證明。這能說明什麼呀？不知道他什麼意思。這羊頭骨哪裡都有，這怎麼得證明啊？副使大人，碧蓮姐啊，你跟他們說說，按我們康國的方式，將一隻羊頭裡裡外外吃得乾乾淨淨，需要花多長時間？這個大概1個時辰吧。這就是了。如果你們不相信一個人在殺人之前或殺人之後有心情花上1個時辰吃一隻羊頭，那個羊頭就是我清白的證明。韓捕頭。去吧。韦姑娘，我有疑問想問問你，請你回答。你的房間是在康連成大人的房間的下面，對吧？對。而我的房間在你隔壁。我一個醉酒的人都被樓上的聲音給吵醒了，那你就真的什麼都沒聽見？我就是沒聽見嘛。哦，你睡得很熟是吧？啊？這種可能也不能說沒有，只不過，如果我對你說這樣的話，你會相信嗎？這……於大人，你們警務衛如何查案子，我管不了。我只是想提醒所有人一句：如果韦姑娘想要找個什麼理由出酒店查案的話，萬一她不回來了，我是說萬一啊，你們都擔不起這個後果，只有我沒有干係。哎，韦姑娘，要不啊，你就表個態，事情不查清楚，絕不離開這個酒店。這樣呢，我們大家也好安心呢，對吧？哎呀，什麼話呀！連若昭妹妹說話你也不相信了？哎呀，你怎麼就不明白呢？這事怨我嗎？啊，就因為我那把破刀，這全都衝我來。萬一真兇要是從咱們酒店逃跑了，這還不頭一個把我抓起來頂罪呀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坐下吧，坐下。哎，好了，要不就別吵！好了，既然這樣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證。可如果查案子需要出酒店，那怎麼辦？我能怎麼辦？他這個又不相信，那個又懷疑，那我還能怎麼辦呢？你說？好吧。於大人，你可不夠朋友啊！
怎么把我给忘了？这人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是谁？等我查清了这个案子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。至于我怎么进来的嘛，凶手怎么进来的，我就怎么进来的。嘿，他很厉害的，什么守卫啊、围墙啊都拦不住他。而他呢，也是帮我的右近卫办差事的。哎，修一老弟，不是我忘了你，只是这案子来得太突然，所以我呢，我明白，于大人，因为你是第一个发现尸首的，所以你有嫌疑，不方便查这个案子，也不能离開酒店，是吧？你這些都知道了？還是這些人啊，太不了解你了。像你這樣一個精明的官場小爬蟲，怎麼會為一個值錢的香爐把正史給殺了？你看看，就算這個東西值個1兩千緬，甚至是5千1萬緬，那跟於大人每年的各種進項相比，那就是9牛1毛啊。於大人怕老夫不好意思替自己辯解，我就替他說了。你一定是早就來了。喲，還是韦姑娘了解我，或者說，你早知道今天我一定會來找你。什麼意思啊？哦，沒什麼。我之前請韦姑娘幫我看住一個人，可昨天晚上我一個朋友跟我說，這個人起碼出了城，所以他今天一定知道我會來找他問個明白。他不是跑，是去上墳，馬上回來。先別着急為他辯解，當心對你不利，言多必失。好了，這事跟大家無關。他想管這事兒啊？既然我來了，我就會先急人所難，幫大家把眼下這個有意思的案子給辦了。金無畏的兄弟們都知道，我跟他的師傅一向不和，韦姑娘因此也對我沒什麼好臉色，所以我跟他絕對不會勾結。他要是出去查案，我可以幫你們看住韦姑娘，怎麼樣？韦姑娘，你怎麼看？我眼下也只好如此了，查案要緊。哎，對了，那就太好了，就這麼辦，讓他們倆一起來查這個案子，凡事呢都同出同進啊，我們大家都要配合，誰要含糊誰就是兇犯，怎麼樣？這也行。最好你要使出你全部的手段，你只有7天，而且第1天馬上就要過完了。天黑了好啊，天黑了正好可以把這裡恢復到昨天的原貌。我跟你說，老闆娘，我不管。老闆娘，不是我幹的。把燈都點上吧。昨天不也是這樣嗎？可惜昨天在為這個人慶生，今天就要查他腦袋為什麼沒了。韦姑娘分析得不錯，兇犯確實不止一個人。而且副使大人不也聽見了起碼2個人跑過走廊下樓梯了嗎？而韦姑娘，你讓這些人只說出自己當時在幹什麼，就太仁慈了。雖然說瞎話，也可能出現漏洞。我不光聽他們說，我還在找線索。那你找到了嗎？還需要再等一會兒，我相信會有的。那好。既然你沒找到線索，不如先用我的方法試一試。咱們一起來玩個小遊戲，我相信很快就會讓這個兇手露出破綻。怎麼玩？我先按照我的方法，假設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可能參與殺害康連成的過程。如果誰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這樣幹，那誰就有嫌疑。可以說，甚至就是兇犯。當然了，誰要是不玩這個遊戲，那嫌疑就會更大。沒有人應聲，那就代表大家都默許了，是吧？那好，遊戲開始。我剛才說過了，於大人，他已經被我排除在外。哦，修一老弟果然好眼力啊！多謝於大人誇獎。郭大廚，大家一開始都懷疑你，
你也確實無法證明，在康連成被殺的時候，你一個人在房間睡覺。啊，還有，副使大人他也曾經說過，當他去廚房取那個羊頭的時候，已經發現那把廚刀不見了。那我們暫且相信副使大人說的是真的。那麼現在最有可能把那把廚刀拿走的人，就是古大廚了。我，哎，先別着急為自己辯解，一會兒你有機會。但是諸位，別忘了，兇手不是一個人。雖然說古大廚他身強力壯，也許能對付喝醉的康連成，可他還需要一個幫手。阿德，我們聽說你跟古大廚和老板娘開這家酒店之前就已經是朋友了，是嗎？可是偏巧你昨晚上睡在了別的房間，你們倆不能互相證明了。而今天你們又從一開始就互相咬，顯得很对立的樣子。你卖我呀！众位，你們不覺得奇怪嗎？兩位昔日的朋友突然反目，也許你們是想用這種方法來掩飾，這讓我反而相信你們倆是一對配合默契的兇犯。哎，別走，抓住他！不是我，哎，阿德，先別着急，我剛才說過了，等我說完。在我沒說完之前，先都不要做出一副被冤枉的樣子。只有有力的證據，才能為自己辯白，哪怕它是一具被啃過的羊頭。你們完全有時間在後廚策劃一個方案。你們設計好了，古大廚拿着廚刀回到他的房間等在那裡，而阿德你故意巡視一遍門戶，讓別人看到你。然後你候在2樓最東首的空房內，酒宴散了，俏俏扶着醉得不省人事的康连成，來到2樓碧簾開好的那間客房內。你看清楚了，等俏俏離開，摸了進去，用繩子將已經在床上熟睡的康連成像捆豬般牢牢地捆住。然後你去叫來了古大廚，由他動手殺了康连成。殺了人之後，你們多少有點害怕，想把人抬出去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了。快呀！但是你们沒有想到的是，死人，尤其是康連成這樣的大個子，太重了。康國人認為，人死之後，面目如果不能馬上遮蔽，靈魂就會四處遊蕩。沒錯，沒錯。而古大廚，你多少是因為心理恐懼，才會這麼做。然後你們一前一後的下了樓，去後園埋了那個人頭。所以副使大人聽見了2個人下樓的聲音。這之後，你們約好明天如果事發，就假裝互相懷疑。因為你們倆太要好了，如果互相給對方證明，反而可疑。胡說八道，沒有的事兒。我跟阿德呀，以前是幹過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，可是我們2個從來沒有殺過人呢。我要是殺了人，我才沒那麼好心呢，還把他頭割下來替他埋了，我早跑了。就是啊，這不算是辯解，你們別認為這樣可以蒙混過關。我要的是證據，證明你們倆沒有殺人的證據，你們有嗎？哎，沒用的東西，給我坐下。哎呦，你們看什麼看呢？這2個人跟我10年了，我證明他們沒殺人的膽兒。你不能證明，因為沒有人替你證明。我正要說你，你也有可能殺了康連成。我？我殺他幹嘛？為情。像你這麼一位多情的老板娘，應該算是長安康國人中的第一美人了吧？而我聽說那個康連成，也是長安康國人中最英俊的。要說你們倆之間沒有什麼，誰信呢？哎呀，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哎，过去了，早过去了。舊情才是最難忘的。哎呦，这還真不知道。
雖說你們風流一度之後，各自又有了無數情人，可是，也許突然有一天，你想要個歸宿，畢竟你的歲數也不小了，可能想落葉歸根，回到遙遠的故鄉去。這個時候，你會覺得還是家鄉的男人更可靠。而突然間，有個曾經深愛的老情人就將回國，他也許胡亂的順嘴應過你，你當真了。可後來你得知，他要帶走的並不是你。這時候，你的仇恨遠遠不只是妒忌而已。他好像把你的歸鄉夢都給毀了。於是你不動聲色，繼續安排給他過生日，暗地裡，你早就計劃好一場完美的謀殺案。你沒有想過從店裡找幫手，因為只要你願意的話，半個長安的男人都聽你調遣。你完全有能力找到一個像我一樣能夠翻牆入室的高手，替你完成這場謀殺。我想，這個殺手在酒宴開始之前，就已經藏在你的房間裡了，那裡旁人是不能進的。你呀，酒宴中我让你去我房间拿过蠟烛，你告訴他，你看見殺人犯了嗎？我沒有啊。你能肯定沒人？我能肯定啊。那好，我們換一種假設，也許這個人就躲在你給康連成開的那個房間裡，因為只有你有鑰匙，而且沒有人會想到那裡面早就有人了。當俏俏扶着康連成進來的時候，這殺手只要躲在暗處就可以了。然後等俏俏出去，他就走了出來，用自帶的凶器殺了康連成。這時候，你從廚房拿了古大廚的廚刀，來到了2樓。為了掩飾殺人的重罪，你昧着良心栽贓自己多年的好兄弟。你讓情人用這把刀砍下了康連成的頭，原因嘛，跟古大廚一樣，你也是康國人。相信什麼面目朝天、鬼魂遊蕩之類的說法，有時候愛和恨是很難分清楚的。一個死了的康連成再也不能背叛你了，而你完全佔有了他。準確地說，是擁有了康連成的愛。你並沒有選擇把他的頭埋起來，而是把它裝在一個精美的盒子裡，裡面撒上了防腐的石灰，準備在你離開長安的時候一起帶回故鄉。你用這種方法滿足了自己和他一起回家的願望。故事編得太好了，可我想不明白，我留那顆人頭幹嘛呀？啊！真是！我不把它扔了，我還把它放在一盒裡，還不讓它爛，還把它放在我酒店裡啊！然後我这生意要不要做了？這不算是辯解。老闆娘殺沒殺人我不知道，但是她絕對不會栽贓我的，我心裡很清楚。說得好。那好，就算他沒有故意栽贓你，而是他請來的殺手覺得自己帶的凶器不合手，割不下人頭，所以才到廚房取了你的廚刀。老許，殺手有沒有可能先用另一把刀割斷了康連成的氣管，再用這把刀切下了他的腦袋？當然可能有，那頭都沒了，我怎麼搞得清楚啊？好，你不了解碧蓮姐，她不會為了情去殺康連成的。哦，為什麼？因為你不是女人，你自以為很懂得女人，其實你對女人一點都不了解。像碧蓮姐這樣的，不會為男人煩惱太久，更不會把自己搭進去。還是若昭妹妹最了解我，我就是嘴笨，多虧你替我說出來了，否則這些沒良心的臭男人還以為我會為他們要死要活的。哼，自作多情。你怎麼知道？我是女人，我能感覺到。那你呢？你會不會為一個男人煩惱，甚至於
把自己搭进去。你们不觉得今天这屋里少了一个人吗？谁啊？谁呀？是独孤先生吗？是独孤谁呀？对，就是独孤仲平。我一直以为是韦姑娘情迷心窍，眼看她做的另一桩案子要败露了，就帮助她逃走了。现在看来这事更复杂。为什么韦姑娘一上来就提出说凶犯很可能是内外勾结？因为她和她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。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不在场的人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帮助我师傅杀了康连成，那我师傅为什么要杀他呀？为钱。独孤仲平知道康连成刚进项了一大笔，所以决定把这笔钱拿过来，作为逃跑的路费。所以，他才精心策划了这场谋杀。而他的乖徒弟只不过是被他利用的棋子罢了。他不是没有带上你吗？真是种可能，先生，这可能吗？你们都不要听李秀一的，他在胡说八道。我师傅真的是去上坟，他马上回来。他早就回来过了，就是在昨晚。而韦姑娘拿到后院的吃食，并不是为她那些野狗朋友的，而是给她师傅独孤仲平填饱肚子用的。酒宴结束之后，他按照他师傅的吩咐，看着康连成被扶进了2楼的房间，于是去独孤仲平那间阁楼，向后园里的他发出了信号。如果我没记錯的話，獨孤仲平的房間的窗戶正好對着後園。這一對師徒悄悄地摸進了康連成的房間。獨孤仲平卻對韦姑娘說，去廚房取了古大廚的廚刀來行兇，是一個栽贓的好辦法。於是天真的韦姑娘就去了。而這個時候，獨孤仲平從康連成身上摸出了所有的錢，塞進了自己懷裡。這是他白天和康連成下棋的時候就看好了的。他並沒有打算跟任何人分享，包括為了他什麼都願意做的乖徒弟。於是他們殘忍地殺害了康連成。獨孤仲平又讓韦姑娘幫他把屍體拖到走廊中，然後割下康連成的頭帶走了。而韦姑娘匆匆下樓回到她的房間，她一直在參與行兇殺人，這就是為什麼她沒有提及樓上發出的聲音，她確實沒有聽到。直到於大人叫起來，她才裝作剛剛驚醒，從房間裡跑了出來。等等，就算他們倆合謀殺了康連成，可他們2個人都不是康國人，為什麼要割下康連成的頭呢？依稀往事，別夢殘無期，訴心懷。浪跡四方，煙腸斷尾，老情已衰。流不盡少年血情劍半天涯，恰縱似女兒心香，思兩陽愁。一朝相逢無終身，紅塵有夢，從來痴戀為孤魂。你已心知，我本心知，淒涼心知。魂夢有情似無盡，恩非流水，緣似流水，恩怨兩難平。
情意兩心知。一朝相逢终生，红尘有夢，你亦心知，我本心知，情意兩心知。